你这个疯子，为什么？我之前想过要劫持他，但没想过要杀他。他之前已经知道我们的计划，与其让他抓回去受苦，还不如给他一个痛快。这东西真的能让死去的人复活吗？啊！不可能，怎么会这样？暗研究员他亲自跟我说的，这东西能让死去的人复活，怎么会变成这样？啊！向云峰，你做了什么？我要杀了你！去死吧！去死吧！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干我们这一行少碰女人，少碰女人，你把我的话当耳边风了吗？我叫向云峰，21世纪初，我加入了一个北派盗墓团伙，从南到北，江湖百态，三教九流。我跟着我的师傅王显生，开启了我的暴富之旅。但在这其中，不乏会碰到一些让人猝不及防的事，因为在这江湖之中，还隐藏着许多奇人异事。什么狗屁看门人，来一个杀一个，来一双杀一双，哪个不怕死的敢来？老子天下第一，老子是天下第一，还有谁能治我？小子，听说你叫向云峰是吧？你得罪的人还真不少啊。能不能冒昧问一下，你为什么总拿着这本书？是有什么特殊含义吗？少我的讲，你看你这个馊样，我已经闻到了馊气，是那老大我头晕。你小妖精，就凭你这点道行，也敢跟老道作对？老道观你面相，你地阁鲜血，欠其命，身受恩，反而成怨恨。无人能把你带出来，你就是个无生之命。妖怪们，拍电影的林正英知道吧？那是老道我师弟。1年多了，这个地方一直吸引着我。我梦到过那些神秘的石头高塔，他们一定和西夏灭亡的党项人有关，大概在四川木雅地区。我叫那个地方天府炮楼。把头对这些西夏文化的痴迷程度，不是我们可以理解的。在解开阿育王塔的谜团之后，他带着我们前往四川木雅地区，开启了我们的又一次探险之旅。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义字当头对兄弟，对兄弟要交心，虚情假意没意义。有病啊，还让不让人开车？哎呀，我唱的好听吗？把头。云峰，这次我们去西乌尔博，只是大致划定了一个可能的范围。这个范围很大，我们作为参考，就只能去这个大范围的中心地带寻找线索。你有什么对策吗？我能有什么对策？我相信夏末地李现没死，而是带着大量的金银财宝，在蒙古人眼皮子底下跑路了。但具体去了西乌尔国什么地方，那我就不知道了。哎，那就只能先找人打听一下，看看情况再说。我操，怎么回事？摔死老子了！师傅，我的宠物能带上车吗？用多买一张票吗？没事，能带宠物上来吧，不用多买票。谢谢师傅，等我2分钟。屁他妈了个屁！让让，大家让让，谢谢了。你不是说带小狗上车，怎么带这么大个牛？师傅，你说能带宠物的，这就是我的宠物。还有，你刚才说了不用多买票，谢谢师傅。姑娘，你也到康定下？是啊，怎么了？没事儿，我们也到康定下，就想跟你打听个事儿。你知不知道木雅人住在康定哪里？博巴？你打听博巴干什么？博巴是谁？博巴就是木雅人啊，他们总人数大概8000人左右，在康定他们住得很分散。我以前在学校一个室友就是博巴人，我是藏族人。哦，你是藏族？没看出来，你普通话说这么好，穿的也这么时髦。大哥哥，你怎么了？没事没事，别叫我大哥哥，我没这么老。
对了，你带这头牛是要去哪里？下礼拜一我们村里要过晒佛节，这头牛是要拉回去杀的，过节用。过节用？哦，对了，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我藏名叫米娘拉珍，小名叫小米，你也可以叫我小米。哎呀！咦？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没什么，快下车了，我帮你牵牛吧。怎么样，云峰，打听清楚了吗？我已经把他的底细摸得一清二楚。他住在瓦泽乡16村，大一学生，家里有一个弟弟，有一个牧雅人同学。16村附近的好几个村子在下礼拜一会举行晒佛节，为期4天。那就好，先去他们村子看一看，兴许会找到一些有用的消息。相比拉萨，康定这里的小晒佛节少了一分空灵宏大感，多了一丝人间烟火气。那时候从康定到瓦泽没有班车，我们花了100块找了辆拖拉机送我们。坐在拖拉机上，于哥看天说：“云峰，你看那朵云像什么？我看像个佛头。”啊，不是佛头吧？倒是像一个簸箕。不对，分明就是一支口红。哪里像口红了？我看就像一块狗头金，是金子。什么玩意儿？想钱想疯了吧你？你不是一样还簸箕？我看你是一天不挖土你就浑身不舒服。我知道，老毛病又犯了。这年，当地政府开始重视旅游产业。由于我们到的时间刚好是晒佛节前后，所以这里有部分村民已经在做民宿生意了。我们当晚到了瓦泽，住在一家民宿旅馆，老板是汉族人，叫张新生，他老婆是藏族人，名字忘了。把头，都这么晚了，你在看什么呢？云峰，你过来仔细看这些塔，是方的还是圆的？圆的啊？怎么了？这有点奇怪。根据我之前的调查，早在上个世纪就有学者在木雅一带的深山里发现过一种奇怪的石雕楼建筑群，不过全部都是方形的，是用片石堆起来的，有点像小型金塔，可从未听说有人发现过圆形的石雕楼。这图最起码800多年了，这么多年过去，上头画的这些石楼可能早就塌了，塌了自然就没人见过了。我总感觉似乎漏掉了某种细节。2位客官，我特意送壶茶过来。对了，这是我们康定的特产高原雪茶，雪山上的雪茶是我们这里的稀世珍品，只有在本地才能喝到正宗的，外地买的都是假的。这一包1斤半，你们要的话给我888。这是极地松茸，这是康定鹿茸片，这是雪山大豆，这是……停！你是变魔术的吧？这都是放在身上哪儿的？等等嘛，还没完，这是野生煎贝，这是康定苹果干，这是真空装的窝子油膏。你看看你们要点什么？全拿的话，给你们算个优惠价，2888。你真是个天才。这雪茶确实不错，云峰，给人拿钱买1袋。哦，这也太贵了，8881袋，能买1吨猴王牌茉莉花茶了。别废话，赶紧的。给你。谢谢2位客官。老张，我看你有辆面包车，能不能明天把我们送到16村？我们想去那里看晒佛节。没问题，明天吃了早饭我就把你们送过去。我在这里生活20年了，有什么不懂的都可以问我。哦，我知道了，把头借口买茶是假，让他帮忙当向导是真。Nice。晒佛节就是晒唐卡，16村有2张大唐卡，一张是现代的，另一张据说是唐代的。今天家家户户会拿着小唐卡放到大唐卡旁边晒太阳，要是真的或者长度超过了2米，那就是国宝级文物，豆芽仔大惊失色。我去，唐代的，那要是真的，不得卖几10万。当然是真的，前2年县里来专家鉴定过，说真的，并且还想征收到博物馆，不过遭到了村里人强烈拒绝，最后不了了之。要是真的唐代文物，没人偷吗？有人偷，我老婆说过，那个唐卡前后一共被偷过7次，结果每个偷的人都死于非命，有摔死的、淹死的、车撞死的等等。这么邪门？哈哈，你们别不信，知不知道那个大唐卡上画的什么图案？吉祥天母、大威德金刚，要不就是莲花生。不，都不是，是狮头圣母拜阎魔。狮头圣母不知道，但我知道阎魔神，那是藏区的死神，代表的就是死亡。老张，他们这是在干啥？这是在烧石头。每年晒佛节一开始，藏民会搬一块白石头，在这里土地用火烧黑以后抱回家里，放在床底下，据说能挡灾。我挤过去看热闹，只见大火堆旁蹲坐着一位老妇人，一直低着头。人会先把石头递给他，然后由他把石头丢进火堆里烧。可能由于这块石头太重了，堆着的干柴掉出来几根，干柴还冒着浓烟，无意中在地上搭了一个倒着的3角形。7月爬会为我报仇，党项的万万阴魂诅咒你，诅咒你今生。
这不可能，难道是巧合？云峰，你怎么啦？云峰，你怎么啦？疯子，你怎么了？怎么流这么多鼻血？让开！快，牙仔，去打盆水来。水来了。怎么回事？峰哥，你到底怎么了？让开，让开，都给我让开！我是医生，他这是急性高原反应。谁有氧气？谁带氧气了？周围没人回应，小轩把头他们在旁边一脸焦急。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呼吸不上来，像是有只看不见的手在死命掐我脖子。突然间，一阵温热的感觉从我嘴中传来。哇哦！那个女孩竟然正在和我嘴对嘴，帮我做人工呼吸。你这是？别说话，你把注意力集中在呼吸上。云峰，你怎么啦？你吓死我了！跟我说句话。先别让他开口，让他多休息一会儿。他以前是不是没有来过高原？这是急性高反，如果身边没有人，会要人命的。姑娘，太感谢你了，我们都不懂，你帮了我们大忙。不用谢，这都是应该的。我也是来康定旅游的。小兄弟，你刚才把我吓得都不敢说话了。你怎么有这么严重的高反？这还没到海拔高的地方，16村再往上游走10公里，那里才到高海拔区。我没事了，刚才让大家操心了。你是医生，谢谢你刚才救了我一命，一点小意思，还望收下。你这是干什么？医生救人是职责，我不要你钱，你快收起来。我这还有。说了不用，这样吧，你要真过意不去，就请我吃顿饭吧。找了家卖饭的地方，我丝毫不吝啬，把有东西全点了。康定黄凉粉、酸菜面皮子、酥油包子、酥油茶、牛肉粥等等，点了一大桌。饭桌上了解到，他姓傅，叫付珠，竟然是千里之外的邯郸丛台人，这个姓氏可不多见。傅姑娘，我这么称呼你可以？可以啊，我这个人喜欢旅游交朋友，我很好说话的，你也可以叫我小名猪猪。哈哈，好啊，猪。猪姑娘，吃菜吃菜，这还剩这么多，不吃就浪费了。猪猪，你怎么在这吃上饭了？我以为你去别的地方了，害我好一顿找。这几位是表哥，他们是我刚认识的朋友，可好了，还请我吃饭了。对了，我还不知道你们叫什么呢？我姓向，我叫向云峰。你们好，赵志平，我是猪猪表哥。别吃了，猪猪，你没看开始了，大唐卡被抬出来了，走吧，咱们还要拍照。还看人家，他有我漂亮吗？你别多想，人和你嘴对嘴，只是为了救你。我当然知道，他没你好看，你最……云峰，吃完了吧？出来一下。怎么了？把头。云峰，你没看出来？看出来什么？这个女孩不是医生啊！把头，你怎么知道她不是医生？任刚可是救了我。救你是救你，这是两码事。刚才她伸手夹菜的时候，我注意到了，她的食指和中指长度一模一样。手指长度一样？这个我真没注意到。什么意思啊？把头？意思就是她不是医生，她是小偷，是职业扒手。小偷？职业扒手？把头？怎么可能？怎么不可能？以前的道门，像这种女孩，在5、6岁时就会被人训练，用锉刀连皮带肉，活生生把2根手指磨成一样长短。我见过，小快手炉的手指也是这副模样。就算是小偷，为什么要磨短手指？2根手指会一样长，偷起来方便，就像筷子。若筷子有长有短，用起来就会不方便。来了来了，唐卡出来了。难道他们兄妹目标就是这张唐卡？没错，不过这次他们可能要失算了。失算？怎么了？02年有一条新闻，在香港佳士得也有一张玉制阎罗唐卡像，卖了3087万港币，而这张也是阎罗像唐卡。你的意思是，这是一张假唐卡？可能是明清时期仿的。如果是唐代，这张要过1000万；要是明清仿，大概值个10万左右，顶了天。也就是说，猪猪可能不知道。怎么？云峰，你还想告诉他，我们都是贼，只是目标不同而已。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江湖规矩，看破不说破，懂吗？我知道了。晚上村里有篝火晚会，我们没出去，在等老张。打开门，老张身后领着个身穿白纸服包着头的老太太。老太太满脸皱纹，看起来岁数很大，最起码比把头大。老板，
我把人带来了，真不好找。我下午来开着车，硬是跑了30多里地呢。老张，这位就你们说的木雅人？是雅江10年一代最正宗的木雅人。我把人拉过来，费了老鼻子劲。那好，这是答应你的酬劳，你想出去补，有事了再叫你。谢谢老板，谢谢老板。把头，他说的什么意思？我怎么感觉一个字都听不懂？把头，他在说什么？我怎么感觉一个字都听不懂？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啊。你快去把老张叫来。你在门口做什么？我老婆懂一点木雅语，可以帮你们翻译。原来你一直在门口守着。是啊，生活不易，咱们都是朋友，给我意思意思就行了。10点多，老张老婆赶来了，充当我们之间的翻译。当然，我们又给了几百块钱好处费。把头掏出羊皮图纸说：“老张，你帮我问问，这种样子的塔，他见没见过？”好的。我大致听懂了1半多。他说他小时候见过这种原始塔，在一座大山深处，那里有很多野狼。具体呢？哪座深山里？他说他也不记得了，没人会去那里，在西北方向。西北方向吗？云峰，检查下东西，缺什么赶快买，近1、2天我们就动身进山。知道了。疯子，你坐这儿干什么？走呀，跳舞去啊！今天晚上兄弟可能要有福了。我刚才跟着他们跳舞，最少有5个女的看上了我。哇哦！吹，你长什么调呀？还5个女的看上你了？真的？你看你还不信？你太小看我了，我马上给你领个过来。几分钟后，豆芽仔还真领着个年轻女孩过来。我操，牛逼！这颗老葱你在哪儿拔的？什么老葱？没眼光！拉姆，介绍一下，这是我兄弟，快叫峰哥。峰哥好。怎么样？没骗你吧？光线不好，看不太清楚啊。拉姆过来。现在看清楚了吧？有点胸下垂。我走了。怎么走路的？没看到有人，是不是没长眼睛？是你，云峰，你在这里干什么？没事，瞎溜达。对了，你这是准备去哪里？没事儿，我表哥喊我过去。你们在这里慢慢玩，我先走了。这么着急，该不会是唐卡已经到手了吧？人走后，豆芽和女孩拉姆继续去跳舞。我抽完了这根烟，准备回屋。刚提起包，我马上皱眉。不对，我的包怎么这么轻？卧槽，我的东西呢？怎么全是女人的化妆品？唐卡，这是猪猪的包，拿错了。该死，这些都是我的私藏品，加起来最少能卖100多万。我他妈要这破唐卡干什么？人呢？不行，必须把我包换回来。老张，我有急事儿，用下你车。猪猪，你等一下，你拿错包了。他妈的，能不能再快点儿？油门踩到底，发动机声嘶力竭，到了极限。突然，我没注意到路中间有一块大石，面包车撞了，猛地向右打滑，冲出了山路。砰的一声巨响后，又撞到了树上。没气囊，我头直接撞到了方向盘，瞬间天旋地转，只感觉身上要散架了。疼死我了！老张，车坏了，你找辆车再来接我一下。什么？我车坏了？我开了8年都没坏，怎么你开几分钟就坏了？坏哪了？严重不？我还得找人修。不用修了，估计报废了。水箱没了，发动机掉下来了。你撞了？那你在哪儿啊？你倒是说个位置。我也不知道这是哪儿，你就从16村出来，沿着山路往北走，我打着双闪，你路过能看到。等着，我马上过去。对了，猪猪的包里应该有手机，看看有没有其他联系人。翻了一眼猪猪的手机，我发现上面存着很多电话号码，像有李主任、王医生、马院长等等。往下翻，又突然多了这么几个备注的号码：荣门老瓢把子、荣门张高买、宋门聂子干。我看得眉头直皱。看来猪猪是双重身份，又是医院医生，又是老荣行的人。老荣行都是小偷，职业扒手，靠偷为生，而总瓢把子应该是他的接线人。打过去试试。小猪，东西到手了没有？你不是小猪，你是谁？北派向云峰。你是刨坟的？是。小子，猪猪呢？你怎么拿着他的手机？你应该知道，
我们荣行跟你们刨坟的，向来不打交道。你贵姓？我姓李。李瓢把子，我没把猪猪怎么样，是他手机丢我这儿了。你肯定有办法能联系他，就想你替我告诉他，让他现在回村里来拿手机。刨坟的，他把手机拉你那了。你刚才直接叫我瓢把子，说明你知道猪猪的身份，也就是说，你知道我们在村里要干什么，可对？果然都是人精，怎么办？要是说错话了，东西可就拿不回来了。对了，瓢把子你多心了，虽说道不同不相为谋，但我个人和猪猪的关系非同一般，你完全可以信任我，因为她怀了我的孩子。我操！什么？猪猪怀了你的孩子？对，你等着，我马上问清楚。这样就没问题了。都是一家人，猪猪要是接到电话，马上就能意识到是自己拿错了包。怎么开车的？我车都撞成这样了，大修一下最起码要3000块，你到底会不会开车？赔你2万。哦，其实我根本担心车，一辆破面包车算什么？兄弟，你人受伤了没有？这才是最主要的。行了，赶紧回去叫拖车吧，我这要等一个人。OK。猪猪，哈哈哈哈哈哈！你们刚才怎么跑那么快？我撵都没撵上你，你不知道你拿错包了吧？咱俩的包很像。给你。人不可貌相，向风，我之前怎么都没想到你是发死人财的。还好都在，吓死我了。你们这行常见接触古董，会不知道这张唐卡的价值？知道，唐代早期阎罗唐卡，只要卖出去，最少能值1000多万。那你还跟我换？我根本不在乎多少钱，因为这东西对我非常重要，是无价的。我的香包，谢谢。这香包是心上人送你的定情信物？不是，也就……哎呀！你踢我做什么？我干什么？你用我的电话跟老瓢把子说我怀了你孩子，你怎么乱说话？算上今天，我总共才认识你2天。接触了2天，我发现你这个人真有意思，一个香包能顶得上1000万。从这点能看出来你重情义，可你有时又像个混子一样坏。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见到，相识一场，这个东西就当你送我了。回去后已经是大半夜了，村里人发现大唐卡丢了，人找来了。人走后，把头跟我说：“人得手了，咱们还是两手空空。云峰，明天我们先走，你后走，我们把铲子、手电那些装备留给你，我们迷药山脚下等你，到那儿汇合。”把头，你是怕明天被搜身？他们刚才走时的眼神你也看到了，明显还不太放心。明天我们大部队离开，肯定会搜身。相比之下，留你一个人目标小。知道了，把头，正好，明天我让老张去帮我买氧气。那行。云峰，你说这是谁干的？那么大的唐卡，说偷就偷了。人说那张唐卡以前被偷了好几次，每次到最后都完好的回来了。我还听人说，偷唐卡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说是唐卡上沾了什么诅咒。都乱传的，什么沾了诅咒？没有的事儿。唉，但愿吧，反正不是我们干的，也不用害怕。诅咒真的存在，是藏地的诅咒，还是党项人的诅咒？怎么了，云峰？你脸色不好看。没事儿，你快睡吧，明天一大早还得跟把头他们先走。隔天一早，果然像把头预想的，凡结队出村的外地游客都受到了严格搜身，男的搜男的，女的搜女的，而且唐卡丢了，当地人没有选择报警，而是找了个道士开始做法。老张，这是在做什么法？这个呀，我也是第一次见。就我老婆说，好像这个叫请爬神。请爬神？爬神是什么神？我也不清楚，是他们少数民族的某个神吧，壁虎、蜈蚣之类的神，爬虫嘛，所以叫爬神。难道他们说的是7月爬？兄弟，我问你个事儿啊。问什么？修车钱？我不是刚才给了你了吗？不是，你们几个是不是盗墓贼？什么意思？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看你装了吧？昨天那个圆脸女孩和你说的话我听到了，当时我没走远，她说没想到你是挖坟的。你放心，我不吭声，绝对保密，不让其他人知道。这年头挣点钱不容易，死人拿着钱又没用，浪费资源，你说是不是啊，兄弟？我知道一个地方，就离这不远，有个古墓，你要是算我一份，我就告诉你。你别走啊，我是说真的，我真知道一个古墓，关键是那里方圆几里地内都没住人。我一直想干笔大买卖，以前还想一个人去挖，但是我不会这样，你有技术，我有头脑，咱俩合作肯定能大赚。什么古墓？我查过书，可能是元代的墓。你怎么确定的？你不是说不懂？
以前有人在那里种地，捡到过一个破铜壶，扁的，还绑着麻绳。有人懂这个就说了，说是元代士兵用的，麻绳是为了让铜壶拴在马背上不掉下来。考虑的怎么样了？去不去？就咱俩？不，加上我老婆，我们3个。带我去看看。很快，老张带我到了地方。我到了后一看，这里的地形眉头直皱。这里一面靠山，3面开阔，周围看不到房子，正好是在一户人家的菜地里头。老张却坚持让我找找看，他还知道洛阳铲，让我用洛阳铲找。兄弟，你不用你的洛阳铲，插这些管子做什么？让你服就服，问这么多干嘛？好好好，听你的。来，你拿着石头，用力敲这根管子。记住，敲的时候既要有节奏，又要有力度，懂了没？懂了，那现在开始。各就各位。怎么样？听出什么没有？换一边。两边的声音不一样，地下可能真的有东西。我靠！一看我说什么，我就知道这里有古墓。什么时候动手？今天行动，夜里12点。为什么老张要带上他老婆？其实不难理解，因为老张想多要一份钱，我是这么认为的。对此我并未足。到了菜地，我让老张老婆去地头放风，并且叮嘱他，如果看到了或者听到了什么动静，一定要提醒我们。都懂了没？懂了。那开始吧。盗洞挖的深了，我让老张下去用桶装土，他装满后晃晃绳子，然后我来拔。就这么一刻不停，干到3点半。老张在底下突然激动道：“兄弟，我看到砖了，你快下来看看。”小点声，别激动。叫什么叫？兄弟，这么厚的砖，咱们怎么下去？这都是空心砖，只要用锹头撬起来一块，很快就能开个窟窿。不信你试试。行，那我试试。还真是。底下这么黑，什么都看不见啊！别着急下去，离天亮还有时间，等10分钟，让里头空气流通。好了，可以下去了。墓道阴冷黑暗，我没看到有其他打穿下来的盗洞，这墓很可能没被盗过，是新锅。低头穿过墓道，左拐便看到了墓门。我正打算开方墓，老张突然指着门头让我看。兄弟，你快看，那有个洞。什么东西？是不是古代装死人的骨灰盒？你他妈有病吧！墓里别对着别人说死，这个字不吉利。对不起，对不起。老张，你蹲下，我踩你肩膀上去，瞄一眼，看壁龛里有没有什么陪葬品。没问题，来吧。这什么？小犬宝之家墓园什么？墓园塔？好家伙，这玩意就是门灵柩，是冥器，真是晦气！怎么碰上这东西？兄弟，你好了没有？我腿都蹲麻了。呸呸呸！怎么了，兄弟？这可是文物，不是说古代的书画都值钱，你丢了它干什么？浪费呀！你不想倒霉就去捡吧，不拦你。走啊，别看了，发什么呆？安葬墓主人的主墓室，面积30平左右，上方是青砖砌成的宝顶，砖缝之间长了一层干黄的青苔，长过青苔就证明以前墓里进过水。我举着手电慢慢向左移动，最终手电光束定格在了一排棺材上，有5具古代棺材，只有最角落那具棺材看着完好。叫你老婆拿东西。好嘞。走，拿上布袋，准备开棺。你这是干什么？我以前听人讲过，这是摸金校尉的规矩，我们要守规矩呀。有病！啊，就是这个味儿，比女孩子身上的味道还好闻多了。来，老张，撑口袋。我天，这是啥？人大腿？什么他妈的人大腿？这是个瓶子，辽金时期的象腿瓶，也称为鸡腿瓶。我没见过呀，这能值多少钱？别问那么多，在地上铺块布。兄弟，这是什么意思？拿人钱花，你不能手扣着2窟窿眼拿出来，这是素质问题。是个女的，以前死的时候20岁左右，不超过23岁。这你都能看出来？你看她牙齿，这是恒牙，换了恒牙说明她度过了青春期。这一排是第3臼齿，臼齿洁白，
牙冠磨损轻微，如果过了30岁，不管刷不刷牙，这里都会变黄。还有，你看他头骨这里是不是有条缝？哦，是啊，怎么会有条缝？难道是被人砸死的？不是，你也有，咱们都有，这叫矢状缝。从21岁左右开始，到35岁基本就愈合了。他这里能明显看出来是刚刚开始愈合。那兄弟，你能看出来他是怎么死的吗？这我哪知道，干活吧。又按顺序打开棺材，应该是古代4个女的，1个男的，葬在了这里。从摆放位置看，女的应该是从棺，男的是主棺。在女棺中找到4个象腿瓶，1个棺材1个，应该是他们死前右手搂着象腿瓶。此外，还零零碎碎找到一些金银器，主要是2条素面金手镯和6个喝酒用的银质小酒杯，保存这么好，没大火我有些失望。当下把目标放在了最右侧的主棺上，忽然墙角立的蜡烛噗的灭了。兄弟，是不是有看不见的东西？有，就在你身后，4个穿着古装的女的，一脸惨白，正手拉手盯着你看。瞧把你吓的，就这点胆量还敢来摸金，别在那杵着，自己吓自己了。过来，把头拿出来。我操，什么东西砸到我了？这是什么？白水晶？哎呀，疼死了！你看我手都流血了。水晶怎么会长在死人头骨上？不知道是不是骨刺？要是骨刺就太厉害了，几百年后还能把人手扎破。哎呀，你看我手划破了。哎呀，拿开！好家伙，这男的把好东西都留给自己了，难怪刚才没找到。酒瓶子，古代人生前最喜欢的就是把最喜欢的东西带到棺材里，难道这真是酒？哎呀！哇哦！有什么？没什么，你不是也看到了，就是酒瓶子，可能原先里头装了酒，早挥发了。10来块大银锭，老张并未多疑，继续在棺材泥里来回翻找。毕竟算不上什么大墓，陆陆续续又有了些收获。我们装了2个麻袋，扛着东西爬上了盗洞。老婆，没情况吧？没有，我守了一夜，连个鬼影子都没看到。你们弄完了没有？完了，你看我这一袋子装得满满的，都是古董。别聊了，天马上亮了，来不及把土回填了，土盖一下，然后拿木头板子把盗洞挡住。这里白天不来人吧？放心吧，这时候地里没活，根本没人跑来看。那行，赶紧回填盗洞。老张，你干什么？兄弟，你就当什么都没看到。有人要问，就说我老婆回娘家了。我忍好久了，在梦里好几次想这样干，为了挣钱变成富人，够努力了。喂，他们全家都看不起我。你杀了你老婆，难道不怕事情败露吗？我知道，这里荒山野岭，只要时间久，没人能找到他。就算某天找到了，他也早就烂得认不出来了。你不怕我说出去或者报警？不，你不会，因为我看出来了，你和我一样都是坏人，我们都是犯罪分子，是一类人。我考虑好了，咱们先回去把东西分了，然后今天晚上再来把盗洞土回填，怎么样？怎么分？按件数分，5-5分，1人1半。天刚擦亮，我扛着麻袋和老张往回走，一路上没碰到人。回屋打开灯，将麻袋解开，陪葬品一件件摆床上。4个象腿是辽金时期的，都是全品，我们1人2个，没意见吧？可以。这几件玉器质量一般，刚好也是双数，估计也就卖个18000，1人3件。至于这几件金器，我拿金手镯和金项链，剩下1件你拿，那个罐子我再补给你，怎么样？你说这个破旧罐子？兄弟，我是不懂，但少忽悠我。金手镯该我拿，没有我，你根本找不到这个墓。老张，古墓是你找到的不假，但没有我帮忙，你连门都进不去。做人可不要太贪心了。傻子都知道金子值钱，凭什么我少拿1件？行，懒得跟你扯，金手镯给你，我要罐子。太阳落下，夜幕降临，我把小轩的皮鞘刀插在后腰上，把头交过我，只挖不填，早晚完蛋。等等我，兄弟，你等等我。老张，你脸上怎么成这副吊样了？没啥大事儿，就是白天回去一直拉肚子，去诊所买了平泻利停，要不我早去叫你了。那你嘴怎么成这种款式了？
医生说是我白天拉肚子太多，有些脱水，不影响的，过几天自己就好了。为了兄弟，我拉一天肚子手软了。你帮我拿开板子，看看我老婆在没在底下。行吧，你脸色确实不好看。老婆，对不起，我现在有点后悔了。你替我生了儿子，帮我洗过衣裳，做过饭，可你为什么看不起我？为什么你们全家人都看不起我？兄弟，你看看我这里，怎么有点痒？这是什么？白癜风还是头皮屑？怎么样？我看不到，是不是有问题？有点痒痒。没问题，应该是一种普通的皮肤病，要不就是你过敏了。你说我好端端的，怎么会得了皮肤病？什么情况？你没事吧？兄弟，我好难受，我好难受，你帮帮我！放开，松手！好啊，我错了，别怪我，你也死，你也死吧！别怪我，你也死，你也死吧！妈的，一个人好端端的，怎么会成了这样子？老张声音变了，嗓子声沙哑异常，我额头都是汗，把吃奶力气都用掉，飞快地扔土回填。40分钟后，萝卜地中间的盗洞填平，周围静悄悄，再没了声音。妈的，累死我了！难道老张的反常是因为在墓里被那种白水晶割破手的缘故？那东西有毒。算了，先回去吧。第二天上午，我去了老张住的地方，找到了他藏在床底下的一个包裹，拉开一看，里头都是先前分的东西。经过认真考虑，我把鸡腿平全砸碎扔了，把金手镯和玉器装在了包里。此外，那个罐子我也摔碎了，里头一共装了11块银锭，每块折合30两。要留到现在，一块银锭往少了说，也得卖15万左右了。先给把头打个电话吧。云峰啊，你现在在哪？现在还在村子里，正准备出村去迷药山找你们呢。那好，你出村的时候小心点，我让文斌去山脚下接你。晚上8点多，赶了一天路，我终于在把头所谓的大路上见到了于哥。怎么这么晚？云峰，你昨天就应该到。老张呢？怎么不让他开车送你过来？别提了，他和他老婆回娘家了。我告诉你，于哥，刚才过来的时候，疯子，怎么这么慢？我们就等你了。我不有事耽搁了吗？把头，我来了，坐下说吧。我们东西都还齐全吧？都在这儿呢，一件不少。小轩呢？怎么没看到他人？还没吃饭，3楼有些干草。小轩在楼上生火做饭，事不宜迟，等下吃了饭，我们等一个向导过来，然后今天晚上就进山。我觉得把头有些着急，不过我没多问，转身上了3楼。小轩正趴在地上专心致志吹火，他脸上都是灰，我上来他都没注意到。小轩，你干啥呢？你吓死我了！云峰，你走路怎么没声啊？你看，火又灭了。谁的盆子这么大？洗脸盆吗？这是？这是豆芽仔的啊。水都还没开呢，凉水硬泡。你懂什么？这样煮出来的面才好吃。别忙活了，过来，哥送你个好东西。什么呀？神神秘秘的。手伸出来。哇哦！好漂亮的金手镯，云峰，你从哪买的？这你有钱都买不到。这是辽代的素纹金手镯，你戴上还挺好看。是吗？不过有点大。没事，好看就行。小轩，生日快乐。怎么了？你怎么哭了？云峰，我以前只是随口说过一次，没想到你还记得。我记性好，当然记得你的生日、小米生日，还有……云峰，我已经2年没过生日了，我不想给大家添麻烦。没事没事，只要我记得你生日就行。赵轩轩，面煮好了没有？好了好了，先下去吧，等会儿吃了饭，咱们该赶路了。吃完饭大概晚10点半左右，法头找的向导来了，这人就是木雅人。这人藏名不详，汉名叫福贡，我叫他福叔。把头自称是历史遗迹考古学专家，我们几个年轻人都是他学生，老夫不知道我们真实身份。晚上山路不好走，大家伙注意脚下，跟着我走，千万别跑。福叔，你知道我们想找的地方在哪儿？王教授说过，你们不是想找那种很高的石头塔吗？对，你知道具体在哪儿？我不知道，但知道大概位置。我们那里老一辈木雅人都知道传说，
说在迷药山最深处有个地方常年有大雾，大雾中有座石塔，石塔高500多米，高度已经碰到了天上的云，塔上有20多扇小门，门里有人向下射箭，凡路过靠近的人都会被天上下来的箭射死。卧槽，500米高，那比埃菲塔还高？假的吧？真要那么高，孙悟空都飞不上去。什么埃菲塔？那是埃菲尔铁塔，在国外可能有400多米高。那福叔具体位置大概在哪？大概走3天到独龙河上流，能看到一大片天然盆地区，下去就是狼谷，那里非常大，不过再往深处就没人去过了。王教授，从现在开始咱们得小心了，尤其睡觉的时候，因为这里不单有猞猁、金猫、兔狲、藏马鸡，还有野驴、野狼。有句话我之前想问还没问，你们来前带喷子了没？喷子？你说的是猎枪吧？我们都没带，只有刀。光有刀怕是不安全，这是我爷爷传下来的，别小看他，最少打死过10来只野狼。进山必须得有把这玩意儿防身。走了一天没什么事儿，在树林里我确实看到了好几种见所未见的，比如有个东西头上立着一撮毛，像猫又不是猫，不知道是什么。晚上露营，吃完干粮钻进帐篷睡觉，老福说他守夜，让我们都去休息，正睡得香，忽然我听到外头传来一种奇怪的声音。老胡，发生什么事了吗？是黑瞎子，听声音离不远，赶快把人都叫起来。怎么会发出这么大的声音？那这黑瞎子该有多大？老福朝空中放了一枪，吩咐我们弄出点动静出来，声音越大越好。豆芽仔立即开始嚎叫瞎唱，我们几个男的也开始跟着老福大喊大叫。轩找了2个烧水用的盆子，他像打铲一样咣咣的拍，搞出来的声音很大。一帮人又唱又叫，各喊各的，伴随小轩卖力的咣咣敲盆声，我们像是支五音不全的杂牌乐队。半小时后，我嗓子都快冒烟了。老福一挥手，我们都停了。黑瞎子最怕人多噪音，应该是被吓跑了。不过保险起见，再加1个人守夜。那让我来吧。2个人围着火堆守夜，因为怕困，我们有一搭没一搭闲聊。到了后半夜3点多，他像小鸡啄米，双手放在膝盖上，头一点一点。这时我悄悄起身，绕过他，向他身后走去。因为好奇，所以我想看看他竹筐里到底都装了什么。喂，别动他。福叔，你没睡啊？我以为你睡了呢。我看你这绳子开了，想帮你系一系。哈哈哈。小伙子，我们每个人都有隐私，我去翻你包，你乐意吗？对不起，福叔，我错了。你记住我的话，再也没有下次。不然，哈哈，看你紧张的，逗你玩呢。我筐里没什么不能看的，就是一些干粮水和应急物品。要不，我现在解开让你看一眼。别，不用了，福叔，我信你。天亮继续赶路，走时一看，就在我们营地200米外靠西方向，地上隐隐约约留下了一排奇怪的脚印，有排球那么大。如果不是老福让我们昨晚发疯似的唱歌狼嚎，现在恐怕凶多吉少了。走到中午，突然我裤兜中的手机响了提示音，是短信。这是怎么回事？这山里不是没信号吗？见鬼了！向云峰，下礼拜3公司要开紧急会议，联系不上你，看到短信留言后请速回电。开紧急会议？这人谁啊？开个毛的公司紧急会议？发错人了吧？但他是怎么知道我叫向云峰的？喂，你是谁？下礼拜3东区、南区、西区要开紧急联动会议。你谁啊你？我开个毛会开？你告诉我你是谁？不愧是到了4级的人，像库丁，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了。我是向云峰，谁的电话？把头，木偶会又找我了，还让我下礼拜3去开什么会？怎么回事？他们不是很长时间没找过你了？我不知道啊，自从当了4级库丁，我1次钱都没交过。他们要找，应该早就找来了，难不成还有人傻到帮我交？你们几个在说什么？什么苦丁木偶？什么意思？我听不懂。没什么，福叔，我们在开玩笑，赶快走吧。从树林走出来是1点多，在我们休息的地方，远远看到一大片啃过的庄稼地，好像是种着某种东西，还保护起来了。奇怪，进山2天了，走了这么远，从未见有人种过农作物庄稼。种的是什么？这种应该是罂粟花，之所以选在这里，是因为这里鸟不拉屎，人不来。云峰，这是在山里发大财的生意啊！你就在这吹吧你，傻子都知道，这里一望无际，最少几十亩，什么概念？我知道这是什么地方。4年前，雅江县自然保护区、新隆县4微镇保护区，还有远地方的石渠县林草局联手成立了一项治理沙地、培育珍稀植物绿化行动。不用绕远路，走吧。
有人吗？大哥，看你穿着不是藏民吧？我们想灌点水，进山赶远路，方便的话，容我们借宿一晚更好。少管理江，你看你这个馊样，我已经闻到了骚气，是那老大我头晕。你，小妖精，就凭你这点道行，也敢跟老道作对？老道观你面相，你地阁鲜血，欠其命，身受恩，反而成怨恨。无人能把你带，你就是个无生之命。妖怪们，拍电影的李正英知道吧？那是老道我师弟。怪事儿年年有，今年特别多，怎么走到哪都能碰到精神病？看他这样子，已经很严重了。起开，别拦我！小狐狸精，你来呀！看老道好好的教训教训你。你们是谁？在我这里干什么？这是名40多岁的矮个子中年人，晒得皮肤黝黑，看样子是刚下地回来，布鞋上沾的都是土。老福忙解释了一遍，原来是路过想留宿啊，没问题。东边一排都是空房子，你们随便住，只是脏了点，条件差了点。多谢了，兄弟，你应该是看试验田的吧？听口音不是我们康定本地的。这位是？我不是四川的，我外地的。至于他是马道长，算是我的一位忘年交，以前一直在终南山古井观造册隐修。我们不知情，刚才多有得罪。造册隐修，没想到这疯老头来头这么大。简单点来说，就是这个人有真本事，在隐修圈子出了名了。这位一直是这样，还是？马道长以前可不是这样，他是有一天练功练的，突然成这样了。练什么功，竟能把人练成这样？气功，8部金刚气功。别看马道长现在这样，他以前可是名很有本事的高道。马道长以前可不是这样，他是有一天练功练的，突然成这样了。练什么功，竟能把人练成这样？气功，8部金刚气功。这晚我们就在小木屋留宿了。帮康定县政府看试验田的这中年人叫郭庆忠，他还告诉我一件怪事，说这个马道长一到每晚的11点半准时打坐，到12点整人会清醒，然后到12点1刻人又疯了。也就是说，他每天能清醒15分钟左右。这种事儿太奇怪了，闻所未闻。还有8部金刚功是什么？于哥，你在少林寺练了14年武，你知道这是什么功吗？云峰，你还记得谢启荣吧？知道啊，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他。我主练外功，不过我好像听人说过，8部金刚功有2种版本，第一种健身用的，第2种才是真家伙。什么意思？能说明白点吗？谢启荣虽然脑子有问题，是处男，但谁也不能否认他是超级高手，1对4直接打趴下了干野几人。要不是最后马王爷出手，没人治得了他。那于哥，你说说，练气功的人都容易疯吗？你错了，云峰，不是容易疯，要想练疯，必须要自己达到很高境界才行。听了于哥说的，我有点发怵，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后来干脆穿好衣服起来，叫上于哥一起出去了。真冷啊！几点了，于哥？11点多了。走，过去看看。好。小心！怎么了，于哥？刚才他睁眼那一刻，我有感觉，这人很强。多强？于哥，比谢启荣呢？不一样，这2人是2种不一样的感觉。门外的2位小友，天气凉了，不如进来一叙。马道长，你现在好了？你知不知道你白天……老道自己的身体，自己当然了解。我走了6遍小周天，方能在这阴阳交际的深夜时分，得到片刻清醒。恬淡虚无，真气从之，这就是我练8部金刚功出天后现在的状态。道长，你冲破任督二脉了。当今世上无人能冲破任督二脉，如果有人做到了，那此人就不是人了，是陆地神仙。像老道一样，修道最后就没有道路了，是条死路。道长，白天那个女孩子，你说的都是真的？你最后说她是无生之命，这4个字是什么意思？你不想问问自己的师姐？有高人之前帮我看过，我烂命一条无所谓了，我现在更担心的是小轩。所谓无生之命，即是死劫。白天那个女孩子，老道断言她活不过25岁。什么？怎么可能？小轩无病无灾，怎么可能活不到25岁？道长，求你告诉我一个破劫之法。小轩不但要活过25岁，我还要他长命100岁。你名字里应该有个疯字吧？你也有大劫，阴府耗尽，身负大罪孽。可老道只能帮你解1次劫，是解那个女孩的劫，还是解你自己的劫？你考虑好啊。解他的。那你先出去吧，你留下，
那个女孩子死节中尚存一线生机，老道今日告知于你，4年后你们就知道老道的话是真是假了。别啊，道长，你告诉我啊，你只告诉于哥干什么？如果老道告诉你，那他死节中的一线生机也将不复存在。如果你信老道，便不要偷听。我出来后十分着急，但又不敢去偷听，急得直跺脚。哪曾想到，才等了1分钟，于哥便脸色惊疑地推门出来了。于哥，关于小轩，他说了什么？我也无法理解，他就说了一个字。至于这个字是什么，你别再问我了，云峰，咱们就信一次吧。你进去吧，他说在等你。你名字里应该带一个峰字，全名叫什么？向云峰。把手别我。左手还是右手？老道要看你双手。把衣服脱了，转过去。咦，肉过于骨是阴胜阳，骨弱于肉是阳胜阴，此物不属阴，走不属阳，似乎是某种厌胜之术。道长，你说的什么意思？老道托大了，竟然连老道也无能为力。不对，老道想看看这到底是什么东西。你去把我的木剑拿来。妖孽，就知道晚上会来偷袭，休想害老道！哎呀，你快走，快走！我被刺疼了，赶忙跑了出去，看了下时间，现在正好是夜里12点17分，已经过了1刻钟。老道是疯疯癫癫，他手持木剑，又蹦又跳的追出来，同时口中哈哈大笑，说我是蛤蟆精变的，要把我打回原形。银峰，你怎么了？银峰，快跑吧，这老道士又疯了。小狐狸精，深更半夜你穿成这样子，看来是想吸老道我阳气。臭老头，死老头，你说谁是狐狸精？别拦我，放开！别小轩，别叫他臭道士，如果他说的话是真的，那就是咱们的救命恩人。你别逗我了，行不？云峰，这种疯子的话怎么能信？我不叫他疯道士叫什么？你叫声道爷吧。妖精人多势众，此地不宜久留。待老道我去喊师弟过来降妖除魔。别追，你追不上道长。他现在这个状态，跑了没事儿，多久回来？你们刚来不知道，我都习惯了。道长每次一炮就是10天半个月的不回来，说不准啊。那道长他吃什么？瞧你这话说的，大山里会缺吃的。道长不但吃得好，还往回给我带东西呢。上次我正在练功，他把一只死豹子扔在了院里。是豹子还是包子？当然是豹子。难道你见过重200斤的包子？那这么说，你还吃过豹子肉，还练过功，也是8部金刚气功。别跟人乱讲，吃豹子犯法的，味道发酸，不好吃。8部金刚功我练了2天，觉得没意思就没练了。怎么不练了？有副作用？有没有副作用不清楚，反正练功的那半个月，我血压很稳定，一直保持在260，没降下来过。第2天上午，我们离开了试验田这里，郭敬忠帮我们灌满了水，还叮嘱我们：各位，田里还有活忙，我就不送了。你们想住宿的话，欢迎随时过来。对了，你们要是看到道长的话，告诉他一声，让他早点回来。这里就是毒龙河了，水很急，而且河水不能喝，所以之前我才让你们灌满饮用水。福叔，这水看着不脏，怎么不能喝了？就是不能喝，一喝准拉肚子。有人做过研究，说河水里含的大肠杆菌对比正常饮用水超标了足足300多倍。300多倍？那还不一口把人毒死了？怪不得鱼都看不到。福老弟，那里是个什么东西？你说那个啊，那是大磨盘，不知道在这里放多少年了，我小时候就见过。这东西年代很早，山里怎么会有这么大的磨盘？我知道，说不定这磨盘几百年前立在河里，通过水流带着转动它工作。牙仔，你说的怎么可能？这东西目测超过3吨半重了，水流怎么可能带得动？这东西是不是从哪个地方滚下来的？王教授，别研究它了，咱们赶快赶路吧，明天才能到盆地那里，行吧？你们快看，这是不是有字？还真有。把头，要不想个办法把它翻过来。我包里有撬棍。行不通，我们的撬棍太短了。这样，把边缘这一带掏空，然后头钻下去，朝上看。这办法既省力又效率，只一点不好，容易把人压死。很快挖好了坑，我上半身钻进去。秦凤路前什么局随行，中间那个字我实在认不出来。老胡，秦凤路是哪里？康定这里有这个地名吗？不知道，没听说有这么个地方。我知道了，很久之前西夏人经过了这里，丢下了这东西。这东西离路边而近，是因为他当年是从马车上滚下来的。秦凤路前监局随行，换言之，这东西不是农民磨粮食用的磨盘，只是外形像磨盘，
它是文物，应该是量饭石。量饭石？难道是古代人嫌饭太热，把饭到这上头晾凉了再吃？饭不是饭，是钱饭。云峰，你看出什么没有？我猜想，蒙古人灭了西夏以后，李宪带着部分党项人跑来了康定这里。李宪知道，如果成立一个新国家，有自己的货币很重要，所以就带了这一整套铸钱工具。他们当年路过这里，因为这个量饭石太重，突然从马车上滚了下来，一帮人尝试了几次都搬不动。李宪担心蒙古人追来，便丢下了这东西，是不是这样？不错，你说的和我想的一样。除了这样，再没有任何说法能解释得通。福老弟，这个量饭石太重，回头我通知队里人员过来把它拉走。是应该拉到博物馆，丢在这里浪费了。那咱们现在继续赶路。不急，云峰，用探测器试一试，看看这地底下，既然有钱饭，很可能有铜钱掉在土里。手持式金属探测器绕着大磨盘转圈，很快，急促的滴滴声响了。我立即拿来铲子挖土，不多时，从土里挖出来一枚锈迹斑斑的铁钱。这不会都是银钱吧？难道都是宝庆元宝银钱？怎么这么白？是铅钱？怎么这么多铅钱？铅钱就是冥钱，奇怪了，难道当初这里死过人？福老弟，这个大磨盘你们村里人没动过？这太沉了，好几吨重，谁没事干去动它？我估计就这样一动不动，最少放了好几百年了。难道这东西当年真的压死过人？还真有，这连骨头都有。好家伙，不知道这哥们叫什么名。孙悟空也只被压了500年，他竟然被压了700年，太惨了。于哥，你不是会超度吗？我不行啊，地藏经和往生经我都记不全了，超度一只猫都费劲，更别说超度人。离开这里继续上路，我有些好奇问了把头给了老夫多少钱让他来当向导，把头伸出4根手指。晚上我们挨着独龙河露营，在河边升起来火堆，我正吃着干粮，忽然，卧槽，这是不是狗是月亮？不对，是天狗食月。是，这是月全食。什么声音？不好，王教授，赶快跑！把火熄了，都赶快跑！吃人的人来了！不行，现在跑已经来不及了。发生了月全食，四周一片黑暗，只有我们生的小火堆照亮了周围。伴随着怪叫声，隐约看到不远处出现一帮黑影，他们高举火把，还有人骑着马，嘴里发出奇怪声响。太晚了，跑不掉了，是夏尔巴人。我懂一些简单的夏尔巴人语言，待会儿你们不要说话。老福咽了口唾沫，上前冲这人鞠了一躬，随后又用我听不懂的奇怪语言，礼貌地尝试和这人交谈。我们麻烦大了，这些人确实是夏尔巴人部落，因为月全食，今晚会在独龙河这里举行某种祭祀。他说我们打扰了他们的祭祀之地，要让我们付出代价。再赶上前一步，死！兄弟们，砍死他！你们干什么？放开我！放开我！赵轩轩，福叔，快把你枪给我，快啊！不行，如果我们在这里杀了夏尔巴族的人，绝无可能活着走出迷药山。废话真多。都给我住手！赵轩轩，你太狠了！别动，再敢动一步，我一枪打死你！福叔，你帮我翻译，把原话告诉他。喂，你们这帮人是从哪来的？一个个鸡头白脸的，给我在这刺闹啥啊？这是？如果你们还想活着，赶紧把枪扔了，老子替你们说几句话，这里人都听我的。你不是夏尔巴人？狗屁！老子才不是夏尔巴人，我是这里人人敬仰的帝师，是东北铁岭的张彪，帝师张彪。别用这种眼神看我，除了你们，这里其他人都听不懂汉语。我最后说一次，你要是想活命，就照我说的做。把头怎么办？形势不利，就算开枪打死几个，剩下的其他夏尔巴人也会围攻我们。把枪扔了，听着人的。见我扔了枪，帝师张彪马上用夏尔巴语跟杂米王说了几句，对方听得连连点头，不过还是说了几句什么。老胡，他说什么？
他说这个年轻人是名勇士，想要和他来一场公平决斗。要和我决斗？如果我赢了呢？他说，如果你能坚持5分钟，就让你来当杂米王。我才不想当什么杂米王！你告诉他，别说坚持5分钟，如果我把他干趴下了，放我们离开就行了。这能行吗？没什么不敢说的，你就把我原话告诉他。我叫于文斌，来自北少林，